叶晨对父母深感愧疚的时候，一旁的林婉儿心情也极为复杂。她又翻看了九玄经序后面的内容，越看便越是心惊。她拿起其中一张纸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，这一节记载的是如何找到10万大山的方法，所以公子的父母当年应该就是根据这篇记载，找到了10万大山里的长生之秘，并在长生之秘中带出了九玄天经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常胜伯当日与我斗法时，曾经提起过长生之秘，种种线索也都和你的推测相吻合。”林婉儿脸色一变，开口道：“公子，为何奴家总是觉得师公好像是在300多年前就开始谋划一个庞大的阴谋？”叶晨问他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的今时今日是他在300多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？”林婉儿重重点头，道：“或许这一切的一切，就是一场最漫长的垂钓，只不过师公的目标并非公子的父亲。”叶晨接话道：“他的目标是我。”对，林婉儿坚定道：“奴家也这么觉得。谁都不知道师公从何时开始筹划这件事情，但他绝不会只是为了所谓的传承。”叶晨反问他：“那你觉得他在几百年前费尽心机是为了什么？他自己明明在3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。”林婉儿想了想，问他：“公子这次去美国接触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家族，没有之一。公子觉得霍华德眼下最在意的是什么？”叶晨道：“他最在意的自然是寿命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问：“林小姐的意思是，孟长生设下这个局，也是为了长生？”林婉儿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“父亲说过，师公其实是一个物欲和情欲都极其寡淡的人，无论是元末明初还是明末清初，他都有能力问鼎95之尊，但他对世俗的利益纷争根本就不在乎，他唯一在乎的就是长生。”叶晨赞同地说道：“我对他了解不多，但通过得知的一些轶事，也可以推断得出，此人确实痴迷长生，只是他难道不应该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”林婉儿道：“奴家不敢妄自推断师公的生与死，但奴家可以肯定，师公布下这个充满阴谋的陷阱，一定是他需要一个像公子这样的升龙阁，来助他实现长生的目的。很可能他是寄希望于公子能够前往10万大山自投罗网。奴家猜测，这也是为什么当日那位贾师太拦住奴家，希望奴家劝公子不要向前的合理解释。”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所以关于这个陷阱，奴家觉得眼下有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这个陷阱的触发时间有时效性，也就是说，必须在师公活着的时候被触发才有意义。但师公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陷阱会耽误这么久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没能遇到可以触发他的人，甚至这个陷阱就一直等到您父亲发现九玄经序的那一刻才正式开启。若是这样，10万大山对公子来说应该不具备什么实质性的威胁。”说到这里，林婉儿语气凝重起来，继续道：“另一种可能是师公知道这个陷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触发，但是对他来说，什么时候触发不重要，只要触发了就可以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师公他大概率还没死。”还没死？叶晨皱起眉头，反问他：“如果他还没死，那他应该是掌握了将寿命从1000年提升到更久的方式。而且如果他没死的话，他现在的实力应该比我，比吴飞燕都强出无数倍，何苦要在10万大山沉寂这么多年？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换句话说，如果他需要我这个升龙阁的人为他做点什么，他大可直接来找我，不必要费尽心思的把我引到那里。”林婉儿看了看叶晨，又看了看窗外院子里那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勃的普茶之母，问叶晨道：“公子想一想普茶之母的经历，300多年来，奴家一直觉得她早就在那场天劫中灰飞烟灭了。可奴家万没想到，她竟有自己的办法，为她自己保留一线生机。她的生机就像是一颗永远沉寂的种子，若是没遇到属于她的那场春雨，她可以在泥土中沉寂100年、1000年，甚至1万年。可一旦那场雨落下来，
他就能涅槃重生，破土而出。说到这，林婉儿与叶晨四目相对，喃喃道：“公子，奴家觉得师公应该也有他的办法，将他的一线生机像普茶之母那样无限期沉寂在10万大山。一旦他要的那场春雨落下，他便也能如普茶之母那样涅槃重生，而公子便是他要等的那场春雨。”叶晨看向普茶之母，阳光下那株枝桠虽然还十分纤细，但已经比刚破土时壮硕了很多。就在这时，刚好一片卷曲的嫩芽在阳光下缓缓打开，又露出其中一片更小更嫩的新芽。叶晨的心忽然有了一种明显的下坠感，隐隐有些紧张和发慌。林婉儿此时忽然拉着叶晨的手，神情有些惊恐地问道：“公子可还记得与长胜搏斗法那天，你跟奴家说过的话？”叶晨点点头，自然记得。林婉儿道：“公子曾跟奴家说过，长胜伯在开泥丸宫前，是不是说过，就算公子毁了他的肉身也不要紧，他可以换一个肉身来找公子报仇？”叶晨点头道：“没错，他确实是这么说的。”林婉儿焦急地问：“公子觉得这世界上真有这种夺舍肉身的邪恶术法吗？”叶晨沉默片刻，认真道：“虽然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术法，但我觉得这种术法存在的可能性很大。内窥之后能够发现，人与手机与电脑其实没什么区别，身体就是硬件，大脑或者说神识则是软件。把一个人的神识换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，就像是买了一台二手的手机，只要把所有数据都迁移过来，并替换掉那台手机原本的数据就可以。”林婉儿道：“如果在一台手机的硬件即将完全坏掉之前，把它的数据保留下来，然后再找一台合适的手机，就能让前者实现理论上的复活。而施工1000年大限将至之时，可能找不到让他自己继续活下去的机缘，但他却有他的办法，能保留他的神识，然后等一个合适的肉身出现。”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夺舍应该是很苛刻的事情，否则的话，他不会让自己沉寂这么多年，在死之前就完全可以夺舍我的父亲。对他这种一心想着求长生的人来说，夺舍应该不是为了苟活，而是为了能够推翻上一个自己1000年的修炼之途，找一个更好的起点重新开始。若是匆匆找一个资质平平的肉身，说不定还追不上自己之前的高度。所以他不仅需要一个肉身重生，更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肉身，一个强大到能让他有机会去挑战天道的肉身。”叶晨重重地呼了口气，开口道：“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个升龙阁的肉身。”林婉儿连忙点头：“没错，奴家觉得这个逻辑合情合理，而且也刚好与那个贾师太所说的相呼应。他说10万大山谁都去的，唯独公子去不得，而且还说那个人比吴飞燕可怕得多。现在看来，他说的那个人就是师公，而他在10万大山一直等的是公子你。”叶晨也接受了这个推测，咬牙道：“好一个孟长生！养蛊的人我见过，但丢漂流瓶养蛊的，我叶晨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说罢，叶晨又道：“既然我们已经识破了他的如意算盘，那是不是意味着，只要我们永远不去10万大山，他就要在那里无休止地等下去？”林婉儿赞同地说道：“奴家也这么觉得。”叶晨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那从今往后，我不靠近10万大山半步便是。要不是之前有那个贾师太提醒，今天又有你我共同探讨，恐怕我得到9玄金续之后要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再去一趟10万大山，亲自寻找所谓的长生之秘。”林婉儿好奇地问：“那公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”叶晨如实道：“自然是好好整理一下他的9玄心诀，这应该才是他真正有意义上的修炼心法。我想打开泥丸宫的话，恐怕目前能指望的就只有这本心法了。”林婉儿点了点头，拿起9玄心法的第1节仔细看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家父曾一心想让奴家悟道，只是奴家确实不是悟道的料子。屡次失败之后，父亲才放弃这个念头。当时父亲曾传授奴家一篇心法，奴家在300多年前也曾烂熟于心，
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奴家可以肯定，其内容与这上面写的几乎一般无二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只是父亲说，师公曾告诉他和吴飞燕，这篇心法没有名字，只是他多年修炼总结出来的心得。还是父亲觉得师公毕生所学，不该没有一个名字，所以才以师公之名，叫他长生诀。”叶晨感叹道：“看来孟长生对你父亲和吴飞燕有不少藏私，甚至连九玄心诀的名字都没告诉他们两个。他们既然不知道九玄心诀，那想必也不知道九玄经序以及九玄天经。”说到这里，叶晨不由后怕，当初我因为心中感激九玄天经带给我的巨大改变，将魏氏制药更名为九玄制药，当初是满腔赤诚，可现在看来，简直后患无穷。但凡吴飞燕知道九玄心诀，九玄制药都有被他盯上的风险。林婉儿赞同的微微点头，随后有些忐忑地问叶晨道：“那公子打算修炼九玄心诀吗？”叶晨诚恳地说道：“对我现在的情况来说，一门系统的修炼心法，是我提高自己实力的最大机会。吴飞燕能在100多年前打开泥丸宫，就证明这份心法修炼到一定境界，就一定能将泥丸宫打开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”说到这里，叶晨表情浮上几分担忧，开口道：“可是理智告诉我，九玄经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诱饵，九玄天经反而是一部缺少了核心内容的百科全书。谨慎起见，九玄经序里面的任何内容，我都不能相信。”林婉儿重重点头，严肃道：“奴家与公子想的一样，九玄经序里一个字都不能信。”